还有芝麻，最近变得好热哦。芝麻我的身体呢比热比较低，怕冷又怕热，跟金属球棒一样，所以就算再热的天气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冲冷水澡，身体太虚了。今天这个故事是由阿奇提供的亲身经历，感谢他的提供。下面既然能订阅一下的话，我就是好连接说明栏，订阅频道的同时请多支持哦。还记得国中2年级的时候，学校举办露营活动。那天同学们都兴奋地坐上游览车，从都市一路开着，来到某一个较为偏乡的地区。那一天露营的行程都非常的顺利，也没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。直到晚上的萤火晚会结束前，负责带我们这班的领队突然说：“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，晚一点再带你们去夜游。”我们开心地答应领队。不过晚会结束后，可能是太嗨的关系，大家都忘了要夜游的事，领队也没再提起这件事。吃完宵夜后，就回到各自的帐篷就寝。和我睡觉的同学是阿军和小胖，一组3个人睡一间帐篷，很快的就入眠了。凌晨不知道几点时，我突然想小号，起身想叫我隔壁的阿军和我去厕所，但看他睡得很熟而作罢。我拉开帐篷的拉链，想看看教官有没有在外面巡查，但让我感到诡异的是，外面竟然一个教官都没有。我探头望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洋装的女孩，光着脚，手上撑着一把红色纸伞。那女孩被月光照耀着脸孔，却看不太到五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散发着一种哀伤的感觉。坐在桥的边缘，2只脚晃着。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是，她想要做轻生的动作。正在犹豫要不要出声阻止的我，看了看附近有没有人可以帮忙。这时，我仿佛看到她的眼珠往我的方向瞪过来。我揉了眼睛，再往她的方向看的时候，她却消失不见了。当下我以为她跳下去了，但我却连她最低的声响都没有听见。是不是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了？此时我尿意全无，赶紧拉上拉链，躺回自己睡觉的位置，想假装一切都没发生。这时我却听到了帐篷外头有人走着。我仔细听着声音往哪来，却发现那声音越来越靠近我的帐篷，脚步声绕过帐篷，走到了后面的位置。我想躲进被子里，却发现身体动不了。该不会被压了吧？我努力的将头转过去。另一个同学小胖根本没有在睡觉，只是戴着耳机看着影片。小胖！我难受的用气音叫了一下他。你怎么满身汗？你有没有听到外面有走路的声音啊？有啊，我以为是教官，所以装睡了一下。我把刚刚探头出去看到桥上女人的事情，还有我现在不能动的情况跟他说。我该被压。然后把他自己挂在胸上的护身符往我这丢来。我突然解脱了被压的情形。我大口喘着气，还在心有余悸时，我注意到小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向上面，一动也不动。你怎么了？我看着小胖瞪着棚顶颤抖着，我才发现不对劲，马上起身，把刚刚他给我的护身符丢还给他。他突然坐起来，全身冒着汗。你也被压了，对不对？他点了点头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。小胖说，他刚刚笑完我不久后，突然全身不能动，开不了口，眼睛也闭不上。然后他看到帐篷外冒出一个女人的影子，穿进了一半的身体，撑着我说的红伞，歪着头瞪着他说：“你笑啊？怎么不笑了？不是很好笑吗？”然后我把护身符丢回去时，他转头怒瞪了我一下，
算你们走运。后来整晚我们毫无睡意，撑到了早上。大伙们坐上游览车回程，而就在游览车经过昨晚那座桥时，我看向昨天领队原本说要带我们去夜游的方向，我才发现那边全都是坟墓。